嗨，大家好。你是不是每天都被那个塞到快爆炸的 email 信箱搞到快疯掉？如果是的话，那你今天真的来对地方了。我是专门教大家怎么把办公室软体玩得出神入化的讲师。接下来，你只要给我短短5分钟，我就会带你一步一步把 AI 变成你最贴心的私人邮电助理，让你从混乱走向井然有序。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哦，你是不是每天早上一打开 email， 看到那个未读邮件的数字，哇，心就凉了一半，感觉一整天的时间好像都得拿来跟这些回不完的信奋斗，对不对？来，你想象一下哦，如果你的工作状态可以从左边这种焦头烂额的样子，咻一下直接切换成右边这种从容不迫的模式，这就是 AI 邮件助理可以带给你的魔法。它真的能把你的信箱从一个每天让你头痛的压力来源，变成一个帮你提升工作效率的超强武器。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地图。我们会先从最简单、每个人都会用的工具开始，然后呢，再慢慢进阶，带你亲手打造一个专属于你，而且越来越聪明的 AI 助理。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先来个最简单的入门款，简单到你可能根本不用另外安装任何东西。如果你平常工作就是用 Microsoft 365的话，那这个超强的工具很可能早就已经悄悄地住在你的 Outlook 里面了。它的名字就叫做 Copilot。你看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超级简单？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只要按一个快捷键，然后用白话文打一行字，像是帮我写信跟老板请个病假，下一秒一封语气超专业、格式都帮你弄得好好的邮件草稿就这样完成了。这真的太神奇了，对吧？所以这边有个关键重点，你一定要记住，你跟 AI 的每一次互动，其实都像是在训练一个新来的实习生。你把它改草稿调整他的说话语气他都会默默的学起来。所以用的越久，他就越懂你的风格，到最后他就会变成一个完完全全为你量身打造的完美助理。好的，基础班顺利毕业啦。那现在我们就来玩点更厉害的，直接挑战专家模式。我们要亲自动手，在你的 Gmail 里面打造一个完全客制化、功能也更强大的自动化助理。那在我们动手之前，有一个词我们一定要先搞懂，就是这个 API。你先不要被这个英文缩写吓到其实它超简单的，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餐厅的服务生好了。你不用自己跑到厨房去跟厨师点餐嘛，对不对？你只要跟服务生讲，他就会帮你把话传给厨房，再把菜送回来。API 就是这个服务生，有了它，我们的 Gmail 才能直接跟 ChatGPT 沟通，请他帮我们做事。你看，要准备的东西其实就这么简单3样。你可能看到程式码3个字就开始紧张了，别担心，我跟你保证，接下来的步骤90%的动作都只是复制跟贴上而已。你只要跟着我做，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哦。好，这就是最核心的设定流程了。第一步，我们先打开 Google 的一个叫做 AppScript 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Gmail 的秘密基地。接着，我们把准备好的程式码贴进去，这段程式码就像是给 AI 的说明书。最后，只要把你的专属钥匙还有 email 地址填进去，告诉他要为谁工作，这样就大功告成啦。现在最好玩的部分来了，我们要开始训练你自己的 AI。你可以把你希望它制造的任何事情直接写进程式码里。比方说，假设你是个电箱卖家，你就可以把公司的退货流程、运费怎么算，全部都告诉他。这样一来，他就不再是一个什么都懂一点点的通用 AI， 而是你公司专属的、了解所有业务细节的超级客服。可是，我们总不希望每一次都要自己手动按一下，它才工作吧？所以，最后这一步就是要帮它设定一个自动闹钟。你只要设定好，它就会24小时全年无休的待命，每隔几分钟就自动帮你检查一次信箱，处理新的邮件，完全不需要你再操心。OK， 当我们手上有了这么强大的工具，就更需要懂得怎么安全的使用它。所以在我们让这个 AI 大显身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几条攸关安全和效率的黄金守则，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如果今天所有的内容你只能记住一件事，那拜托你一定要记住这3条守则，特别是第1条，绝对
绝对不要把任何公司的机密资料或是客户的个人资料丢给这种公开的 AI。你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公开的网络论坛，你贴上去的东西，理论上全世界都可能看得到。还有 AI 再怎么聪明，它偶尔还是会犯错，所以信件寄出去之前，一定要自己先看过一遍，把它当成你的助理，而不是你的老板。那讲到钱，你可能会担心说，哇，这个听起来这么厉害，会不会很贵啊？其实它的成本低到你可能会吓一跳。AI 计算费用不是看字数，而是用一个叫 tokens 的单位。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字词的碎片。你看这个例子就知道，就算处理好几万字的字讯量，费用可能也才一杯咖啡的钱。你想想看，用一杯咖啡的钱换回好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这绝对是一笔超级划算的投资嘛。好的，今天我们学了这么多实用的技巧，那现在呢，就该轮到你来动动脑咯。我帮你准备了几个问题，你可以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把今天学到的东西真正应用到你自己的工作里面。花一点点时间，好好想一想这3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这就是你打造专属 AI 助理的第一步。从今天开始，别再让自己变成邮件的奴隶了，把那些重复性的工作帅气的丢给 AI 去做，然后把你宝贵的时间和脑力留给那些真正需要你的创意、你的智慧的事情上吧。